当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你们公共夫人上盘。顾少廷，你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？你第一天上班，我不放心，来给你撑个场子。你这哪叫撑场子啊？这是纯让我社死。还有，顾少廷，我们两个刚领证，还没结婚呢，你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我这不是怕有人欺负你吗？再说，你要上班直接来顾氏集团不就好了？不用去那些公司从基层做起。才不要在你的眼皮子底下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一个大总裁日理万机的，你快去忙工作吧。啊，我走啦。江特助，在，马上收购兰若公司，通知这家公司的设计部，总裁的未婚妻在设计部上班，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是。这不是顾少廷的车吗？萧冉，你是我啊，任嘉荣啊，我们高中的时候同班过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高中就辍学的任嘉柔啊！一会儿到公司可别说我认识你这种低学历的穷酸货。我明明是被保送出国留学，怎么被传成辍学了？主管，这是咱们公司第4季度的财务报表。喂？什么？公司被收购了？总裁夫人要来我们公司上班？主管，怎么了？公司被收购了，总裁夫人要来我们公司上班，你们准备一下，跟我去迎接夫人。今天同时入职2个新人，主管，你看哪个才是总裁夫人？依我看，那个穿Chanel外套的肯定是总裁的未婚妻。丽娜说的对，夫人就算来公司入职，也不可能当一个地摊货，咱们可要好好把握机会。您是公司新入职的吧？我是设计部的主管焦燕，这是思雨和丽娜，欢迎您加入我们。你们好，我是今天新入职的新人，我叫萧冉。夫人，不用装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总裁未来的夫人。难怪对我这么客气，原来是把我错认成总裁夫人了。也好，哦，对，我是来基层考核的，本来想隐藏身份的，特地告诉总裁不要公布。总裁也是为了夫人着想。萧冉，你都要结婚了？夫人，你们认识呀？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？高中都没毕业，这样的人怎么配进我们公司？萧冉，我不是辍学，你不要造谣，我是被保送到国外的圣马丁大学深造了。什么圣丁大学？我看是野鸡大学还差不多。夫人都说跟你不熟了。哎，夫人，走吧，我们去公司。员工对自家总裁夫人这么谄媚，真有意思。那个新来的，去给夫人倒杯水。那个新来的，你没听见吗？那个新来的，你没听见吗？我不喝水，我只喝水泡。你刚刚怎么不说啊？夫人让你去你就去，应该搞错了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当跑腿的。任嘉柔，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，你看得懂公司的设计图吗？
刚入职的新人一般都是由跑腿做起，能给总裁的未婚妻跑腿是你的荣幸。算了，刚来公司就跟同事闹了矛盾，要是少婷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让我出来工作。咖啡。任嘉柔，干什么？进来了，能不能注意点儿？这是爱马仕的包包，还是今年最新限量款，价值好几百万呢。你看什么看？你个穷酸货，把你全家带人都买不起。你这包是假的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可是总裁未婚妻，怎么可能背假包？正品的爱马仕用的是鳄鱼皮，插扣用的是黄金做的，而你手里这个码用的是驴皮仿鳄鱼皮，一碰到热水就会引发变味儿的，插扣好像还是用的黄铜。小忍，你是不是被骗了呀？任嘉柔说的好像是真的。胡说什么？我这款包它就是这样。我这个才是真的。你一个穷酸的实习生见过爱马仕吗？别拿你的地摊货跟我们总裁夫人的比。糟了，他说的好像是真的。夫人，任嘉柔，你不要拿你在拼夕夕10几块买的假货跟我的全球限量款比。你在吵什么？娇姐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任嘉柔不仅把咖啡故意洒到我的桌子上耽误我工作，而且还诬陷我背假包。任嘉柔，你再惹是生非，小心我开了你！你就这么相信他的话？人家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，不信夫人，难道信你个穷酸货？任嘉柔，如果你现在给我道歉的话，我还能看在以前我们是同学的份上，不追究你的责任。那好吧，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看一看。正品的爱马仕包包用的都是纯金线，由人工打造，而你这款从针脚就能看出来，针织手法并不是那么精湛。又开始瞎编了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我以前为了设计稿特地研究过爱马仕包包，不过总裁夫人那个可能是私人定制的。对，没错，这是我家那位啊，特意找 CY 的创始人克里斯给我量身定制的。你们这些下等人自然是没有见过。克里斯可是我的大学导师，他根本不可能给人私人定制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认不认识克里斯。娇冉，你老公认识克里斯啊？我听说他最近刚好被邀请到本市当设计大赛评委，能不能让你老公带我们见见他呀？是啊是啊，他可是我的设计启蒙者。要是能跟克里斯攀上关系，那我们以后的前途就都不用愁了。我去哪儿给他们找克里斯啊？克里斯日理万机的，哪有时间呀？不过为表歉意，我可以这周末邀请您去我家的别墅玩。克里斯住的地方跟我家的别墅都在明月度假庄园。明月度假庄园这地方可只对本市排得上号的上流人士售卖，我们跟着夫人竟然也有这个荣幸。明月度假庄园怎么跟我和少廷的别墅在一起啊？今天本小姐心情好，也带你这个土包子去见识见识。周末跟我们一起吧。哇，这么大的度假庄园！我之前也去过类似的庄园，但是隐蔽性没有这么好，设施也没有这么豪华。我老公呀，自从知道我有鼻炎之后，就非得在这儿给我买一栋别墅，还说什么只要是雾霾天气，就得让我到这儿来呼吸新鲜空气。看这儿的绿化植被，每年光维护的费用啊，就得好几千万呢。我们真是跟夫人一起沾光了呢。走吧，带你去我的别墅里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别墅。走吧。顾总，度假庄园的开发商王全明刚打电话说，看见夫人带着几个人到了庄园了，让我问问您还需要给夫人准备些什么。不用，
那边有刘姨，你去那边等着接她回来就行。是。这不是开发商送我和少成的订婚礼物吗？怎么成他的了？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别墅，夫人，总裁真是太疼您了。是呀，这可是全九州最昂贵的别墅。瞎干什么呢？夫人，就让他好好观摩一下您的别墅吧。估计他这一辈子呀，也就只能来这一次了。土包子，趁着这次机会好好长长见识，别以后出去显摆都不知道该怎么显摆。我倒要看看你在用我的别墅耍什么花招。也是，那就让你好好长长你。既然是您的别墅，那就快请我们进去看看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夫人，你是不是输错密码了？你要不再输一次试试吧？怎么回事？我妈给我的就是这个密码呀！萧冉，你不会大门来的是别人家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就是我家。那你怎么连家密码都记不住？我家别墅这么多，记不住密码很正常。对啊，你个土包子懂什么？上辈子积了多少德才能来这里参观？别不知好歹。像夫人这样身份尊贵的人，都是请专业人士来打理房产。你这种穷酸实习生，没见过世面也正常。好啊，那就快让专业人士过来吧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让他过来。喂，你带着门禁卡过来一趟。门禁卡？我没带啊。少废话，快点。袁家荣，谁让你乱碰我家密码？把你脏手从门上拿开！就是，摁坏了你赔得起吗？那如果我把密码打开了呢？嘉柔，你怎么知道密码？我知道了，袁家荣肯定是没钱生活，去哪儿偷偷学了开锁的门道。亏你想看，像你这种小偷小摸的毛病，可别到公司来，小气我不让你转正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他怎么会知道我家的密码。好，那既然是你家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你不请我们进去喝口茶？是啊，夫人，天气太热了，我们进去喝口水吧。哇，好豪华呀！总裁夫人的别墅果然够气派呀！这不是我找了很久的卡地亚手镯吗？原来掉这里。好啊你，居然偷夫人的手镯！这是我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从沙发上拿到戴到自己的手上。什么？这手镯肯定是别墅主人家的，要是不见了，肯定会找到我头上。快把手镯交出来！交什么？这个本来就是我的。要话，你还敢说手镯是自己的？你可真敢说呀，你个小贼！任家柔，你穷就算了，怎么还手脚不干净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，这个手镯就是我的。别跟他废话了，夫人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赶紧报警把他抓起来。对，直接报警。好啊，那就报警吧。不行，不能报警。忍忍，刘姨，哎，夫人，你也太客气了吧，还专门请了米其林大厨为我们准备饭菜呀。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自然要好好招待你们啊。你这个小偷，夫人对我们这么好，竟然还敢觊觎夫人的首饰。任家荣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赶紧把手镯还给我，然后从我家滚出去。你说什么？从你家滚出去？你说这是你家，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！我要是有证据能证明，你就立刻把手镯还给我，然后给我滚出去。夫人，喝点水吧。刘姨，告诉他们，这个别墅的女主人到底是谁？这别墅的主人是您。刘姨，简家荣，干什么？怎么，你跟保姆认识呀？你个土包子偷手镯，还害保姆打翻了水杯，还不赶紧求得夫人的原谅？任小姐，还要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把这种烂摊子收拾？这可怎么办？任小姐回来了。刘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个别墅真的是他的吗？
任家荣，这别墅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不好意思，还真是我。真是你的，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你这小偷还真是厚颜无耻，竟敢冒充夫人！夫人，直接报警把他抓起来了。偷到东西也够他坐几年牢的了。刘姨，告诉他们这个别墅到底是谁的？是任小姐的。小忍，听清楚了，这个别墅根本不是你的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大摇大摆的进入别人的家里？任家荣，你脑子没事吧？刘姨不是说了吗？这是萧忍小姐。跪下向我道歉，兴许我还能原谅你。萧忍，你还真是个撒谎精啊！你这么骗大家，难道不会心虚吗？还真是厚颜无耻。夫人，以后这种活动别带他了，扫兴。脸皮厚的另有其人吧。萧忍，我劝你尽早解释清楚，否则难看的是你自己。任家荣，你够了没有啊？刘姨已经证实过这是夫人的别墅了，你还想要怎么样？既然你说这是你家，那你敢请大家喝这瓶红酒？不就是一瓶红酒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请大家喝就是了。这都不能看。你确定吗，萧忍？这瓶红酒可是1982年产的拉里红酒，价值100万。你当真敢请大家喝吗？价值100万。任家荣，夫人好心请我们来她的别墅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蹭吃蹭喝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就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个乞丐呢。是，我是乞丐。那既然萧忍不敢请大家喝这瓶红酒，我来请。任家荣，你这个穷酸实习生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谁让你擅自开我的酒？萧忍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看是你太过分了。夫人，我这就把你拉着，让你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贱坯子。不能打！刘姨，萧忍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找你很久了，你随便跑到别人家里面来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动手伤人！什么进别人的家？这就是我的别墅，你竟然敢打碎我价值100万的红酒！好，既然萧忍说我偷了他家东西，打了他家红酒，那我就让这度假山庄的开发商王全明来证明，这到底是不是他家。王全明，他可是九州市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名家地产董事长。他不仅投资房产，更是金融界、投资界的举足轻重的大佬啊！夫人，你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是啊，夫人，您快把王等喊来，看这个小偷还能说什么。喂，王全明。您好，欢迎致电中国移动。什么？出差了？他出差了。哦，这么巧啊！王全明，你出差了？啊，没有。那限你10分钟赶到度假庄园的中央别墅。任家荣，你不装逼会死吗？我看他压根就没拨通电话，或许打的10086什么的吧。是不是装的？等他来了就知道。要是王董来了，你就赢了。放心吧，他没那能耐。可是王旺旺，就是你说的王全明。是啊，夫人，我看这个满口胡言还诋毁你的人没有在这里的必要，咱们把他赶出去吧。你还想赶我走？这是我家，这是夫人的地盘，你别在这里扫兴。你们2个把他给我赶出去。嘉荣，你去给他们道个歉。不可能！放开我！是谁敢在我家任小姐的别墅里撒野？是谁敢在我家任小姐的别墅里撒野？王董，他不仅偷了夫人的镯子，还打碎了夫人价值100万的红酒。我们这就赶他出去。混账东西！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你没事吧？王董，他能有什么事儿呢？下三滥手段多得很呢，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任夫人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呀！完了，王全明怎么会真的来？任夫人，
我现在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帮你拿钱。啊，原来是任夫人呀！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啊，想必你很久没有来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啊！真是个蠢货，居然连人都能认错。是啊，我今天带朋友来玩，没想到遇到这种糟心事儿。是啊，我们就是帮任夫人教训了一个小偷，您怎么能打我们呢？可是那瓶红酒，我是亲眼看见萧然自己失死。夫人打他掉了红酒，那又怎样？再说人家偷夫人的镯子，那是事实。我说了，这个镯子是我的，镯子内侧刻有我任家柔的名字拼音简写，不信你们可以自己看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任夫人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吧。趁他还没发现我是假的，还是赶紧溜吧。既然王董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了。啊，喂，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啊，那个，我老公要带我去买衣服，我就先走了。夫人，等等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人人只是一时糊涂。我这就回去好好说说，让他给你赔罪。你是萧忍的母亲？是啊，没关系。还有，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他。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夫人，等等，夫人，你等等我们呀！夫人呀，夫人，那个穷酸货和王全民到底什么关系？两个人看起来很熟的样子。这个别墅不会真的是王全民送给任家柔的吧？这别墅本来就是我老公买给我的，我也不常来，跟他不说很正常。那任家柔怎么说这别墅是王全民送给他的呀？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告诉你了，这王全民和任家柔是那种关系。什么？任家柔被王全民包养了？他们的私生活我也不想过多干涉。听说是任家柔一直缠着王全民，但是这王全民居然拿我家的别墅说成是送给任家柔的礼物，我也没想到。真是一对狗男女。没想到任家柔不仅没钱，还爱爬老男人的床，这种脏东西居然在咱们的办公室。以后啊，肯定离他们远一点，免得又传什么脏病。工作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没有骗我？该死的，王全民不会给少天说什么了吧？我说过，一旦发生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都是一些小问题，我自己可以解决的。我只穿过一次的罗威，怕什么？脏了我再给你买就是了。这家迟早明白。肖师傅，把夫人的衣服拿去干洗。你干嘛？干我想干的事。以后不能再像今天这样了。你还好意思提？笨手笨脚，差点露馅儿。要不是那个蠢蛋认错人，我还怎么演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明天赶紧跟你同事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我不是总裁夫人吗？那我以后在公司还怎么混啊？吵什么呢你？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拿过来，这是夫人的衣服。这可是名牌，明天去上班又可以炫耀一下了。借我穿一下，又不会少一根线，就这么定了啊！
不行，人不行。哎，造孽！早上好呀，思雨。早。这个发卡我昨天不是刚戴过？我是看你昨天戴挺好看的，所以就买了一样。你不会介意？怎么会介意呢？下次你要是喜欢呀，就告诉我，我买了送给你。我去趟卫生间。等着看落汤鸡好。萧然，任嘉荣，知道你爱勾引男人，也没必要施舍出来吧？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贱女人又出来勾引男人了。她的衣服怎么跟我昨天穿的那件一模一样？谢谢。穿上干什么？你这种喜欢爬老男人床的贱女人，不就是喜欢获得男人的关注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以为你做的破事大家不知道，你就是个人人都可以上的公交车。沈琳娜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你要是再造谣的话，你就让你好看。哟，你能把我怎么着啊？丽娜，少跟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多说话。谁知道你身上有没说？夫人不提醒我都忘了，那就让我好好替你消消毒。我看该消毒的人是你，满嘴喷粪，凭空造谣。任嘉荣，你竟然敢吵什么吵？组长，是这个任嘉荣先挑事儿，泼了丽娜的圣水。是啊，组长，你看我的妆都花了。萧冉，你也太会颠倒黑白了，明明是你们先把我锁在卫生间，泼我一身水的。好了，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一会儿新总裁要过来视察，赶紧准备开会。糟了，万一总裁来了，我的身份不就暴露了？哎，夫人，新总裁要过来视察，你怎么也没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今天出门出的早。啊。喂，臭婊子，你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刘老板，你别着急嘛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马上就还。难道小柔已经知道我收购这个公司了？怎么还特地来接我？这个月底不能再拖了。你在等我吗？顾总，没打扰你们吧？顾总，没打扰你们吧？他穿的外套怎么跟小柔一样？真是社死瞬间。哇，夫人，没想到顾总这么离不开你，时时刻刻都要紧贴着你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没想到连顾总都是个蠢蛋。我都跟他说了，在外面不要这样。顾总，这就是设计部的办公室了，请跟我到会议室吧。既然小柔不在，就长话短说吧。不必了，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认识一下，还要通知大家一件事情：即将举办的设计大赛，公司务必选出代表参加。如果获得名次，公司将给出丰厚奖励。哎，顾总，我送送您吧。不必了。顾总刚刚是看我了。夫人，总裁可真帅呀，您真是太有福气了。总裁还挺奇怪的，刚还和夫人那么腻歪，走了连夫人看都不看一眼。那是因为我跟他说了，不希望在同事面前那么高调。总裁就来过了。是呀，不过没说两句话就走。这次的设计大赛，有没有谁想主动参加的？这次的设计大赛
有没有谁想主动参加的？听说这个大赛可是人才济济，连评委都是克里斯，别说得奖，就是拿前10都很难呢。是啊，总裁这么重视这个比赛，万一没有得奖，肯定要挨骂。怎么又是这个克里斯啊？夫人的老公不是和克里斯认识吗？莫非这个参赛名额是总裁故意给您的？是呀，夫人，这多不好！我就算拿了名次，也会被人说是靠背景。我可不想被人污蔑。是呀，夫人说的对，派谁去呢？不如就让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任嘉荣去呗。有些人可真够搞笑的，不是说我是野鸡大学毕业的吗？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我来了？是呀，年轻人呀，就该多学点东西。任嘉柔，你去参赛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去。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你别忘了我是你的上司。离职报告和报名参赛表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好，要我参加也可以，但如果我获奖了，我就要萧忍和沈丽娜在公司跪下向我道歉。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好，可以。那反之，你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任嘉柔，少说点废话，赶紧干活去吧。挨一个破实习生干什么活？我瞅瞅你。嘉柔，你需要我帮你吗？放心，没问题。我先去趟高奢店。还好先来了高奢店看品牌流行趋势，不然差点使用过气色系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呢？啊，我就随便看看。女士，不买的话请不要随处。我们家可是全球顶级奢侈品牌，随便一个 T 恤都要好几万呢。好。你好，两位女士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呢？把你们当季的新品都给我拿出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女士，我们家的新款价格都在10万以上呢，而且还不让试穿。10几万怎么了？你觉得我们掏不起吗？你一个小店员磨蹭什么？看见我身上穿的衣服跟我戴的首饰了吧？这可都是各大品牌的新款，我不缺你这2件。哎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这就去里面拿啊。任嘉柔，你一个穷酸货，也配来这种地方？怎么，这店是写你名了？开门做生意的地方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女士，你们认识？认识啊，他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，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块，哪儿买得起你们店的衣服啊？我工资3000，那你一个正式工人能高到哪儿去呢？况且我没记错的话，小忍，我们俩的工资是一样的吧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跟我们身价100亿的总裁夫人统称我们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跟我们身价100亿的总裁夫人统称我们？一个穷酸实习生，买得起这店里的一根毛线吗？我还真买得起。帮我打包这件啊。女士啊，这件的话是限量款，25万，而且需要配货才能购买。我去，这么丑的衣服，就这还限量款？穷酸货，买不起就别装。有些人真是不自量力，真是丢我们设计师的脸。我有说我不买吗？需要配什么？配够30万就可以呀。就这个吧。
刷卡。老公，你要是真把限量款卖给这种人，那可是会降低你们品牌的档次。况且，一个上下班都骑着小踏板的人，卡里能有什么钱？别在这自取其辱。是啊，如果你让他购买，你可是会失去我们总裁夫人这个大客户。你干什么？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贱人，没资格买我们家的东西。商家拒绝售卖可是违法行为。违法？女士，您可看清楚了，这里可是巴黎世家，全球顶级奢侈品牌，我们只服务于像夫人这样的高端客户。您呀，赶紧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吧啊！您呀，赶紧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吧啊！高贵？你哪只眼睛觉得他高贵了？就因为他穿了1万多块钱的外套吗？你敢说我？这不是我的衣服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本来以为你只爱背假包，没想到你还爱脱别人衣服穿啊！你知道你袖口上的污渍是什么吗？当然是我不小心哪里蹭到的。这是我撒的咖啡渍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夫人？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任嘉荣，你可真是无耻！你不仅跟你的金主霸占了我的别墅，现在还敢污蔑我穿假货偷东西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有个总裁老公，故意针对我。你这个名真搞笑，我嫉妒你。没错，就是嫉妒。你这个为了钱可以和男人乱搞的女人，你不配穿这么高级的衣服。听见了没啊？你不应该待在这里，还不给我滚！你们服务行业就应该对所有客人一视同仁。你这样捧高踩低的，你不怕我去总部投诉你吗？笑话！你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你站在这里就是有辱我们店的形象。我只是维护店面罢了，就算被投诉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吵什么呢？店长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就是这个贱人，他摸脏了咱们的衣服不说，我没让他赔钱，他还反过来说要投诉我。您可一定得替我做主呀！这位女士，我们店员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这位总裁夫人可以给我作证。店长，这位女士是我们为你身价100亿的总裁夫人。那岂不是不能轻易得罪？夫人，很抱歉让您看了一场闹剧，请问我们店员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萧然，你是不是演戏演上瘾了？你确定你就是总裁夫人？可笑至极！我看你才是演戏演上瘾了。那既然你说你是总裁夫人，那就把我刚刚说的那件衣服买下来，让我们见识见识总裁夫人出手多么阔绰。区区2件衣服，我们夫人坐拥100亿家产，别说是2件衣服了，就算是把整个店买下来，都不带眨眼。您说是吧，夫人？夫人，您要是在本店购物，我可以给您最高优惠。那你倒是付款啊！看你这么为难，不会是钱不够了？谁说我钱不够了？我的卡可是无限额。夫人，您看上哪一件，我马上去给您包起来。是啊，夫人，您看您还有什么需求呢？我的信用卡都烧爆了，哪有钱买这些？我虽然有钱，但我又不是冤大头。只要有这个女人在，我在你店1分钱都不会花。我们走。哎呀，店长，都是这个女人，她坏了咱们的生意，我看就应该让保安把她赶走。被赶走的是你们，立刻派人将巴尼世家赶出郑家商场。被赶走的是你们，
刻派人将巴尼世家赶出郑家商场。摇人是吧？我也会。李队长，有人在巴尼世家店里闹事，您快带保安把他赶出去。这里可是顾氏集团旗下的商场，你一个土包子敢在这里闹事，不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哦。你也好意思说顾氏集团？像你们这种不平等对待客人的品牌，根本没有资格的。哎，天哪！我们巴尼世家居然让一个下等人在这指手画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们的总裁夫人呢。如果我说我就是呢？小云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她是我们总裁夫人。人贵在自知之明，像您这种低贱的人啊，就应该待在您该待的地方。您来这种地方呢，未免惹人笑话。要是您呀，我这会儿早捂着脸出去了。顾氏集团总裁夫人，那顾氏集团可是我们九州最大的企业，我们顾总顾少廷可是在服务榜单上赫赫有名的。你说你是我们顾氏集团总裁夫人，你可真是痴心妄想。好，你们会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的。怎么回事？崔经理，没想到有人闹事还把您给惊动了。这个人精神有问题，满口的胡言乱语，你快把他赶走。夫人，夫人，崔经理，是不是那什么呀？他就是月宫三妾的下等人。你闭嘴！谁给你的胆子对夫人出言不逊？经理，小云说的没错啊，他不仅没钱，还摸脏我们衣服。你这种有眼无珠的蠢货，你到底是怎么当上店长的？你竟敢说夫人没钱！别说你们这家店了，整个郑家商场都是夫人的。让你们1个小时之内给我搬离商场，滚！经理，我们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出商场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为什么要搬出商场？就凭你们得罪的是顾氏集团的总裁夫人。怎么可能呢？知道我叫什么吗？任家柔，郑家的家。夫人是我们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对不起。夫人，如果我们搬出商场，总部也会开除我们的，求你放过我们吧。下份是刚那个女人，是她骗我们的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我们现在知道谁是真正的总裁夫人了，以后肯定对你毕恭毕敬的。我看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你们得罪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所有消费者。作为店员，我不求你们对待每一个进来的客户都像上帝一样，但至少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，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尊重吧。我们郑家商场不需要你们这种高贵的品牌。崔经理，看着点时间，让他们彻底搬走，并且进行全行业通报。夫人，我们就这样走了。对呀，那种低贱的女人哪配跟我穿同一品牌的衣服？这里太 low 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一个土包子逛了一圈就买了这个呀，2900，任家柔，你可真是会打肿脸充胖子。1个月的工资你就用来买一个领针，接下来的1个月你是打算喝西北风吗？我怎么过呢？是我的事儿，不劳你操心。倒是尊贵的总裁夫人，怎么逛了一圈还空着手啊？你懂什么？个土包子！
这些奢侈品上新的时候，都会直接送到顶级富豪的家里，哪用得着？对啊，有钱人的生活不是一个下贱的人能够随意揣摩的。夫人的钱，就算一次性买上千个奢侈品都不带眨眼的，哪跟你似的，纠结半天用1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领针，真是可笑。连外套都是托别人的女人，装什么顶级富豪？好啊，那到时候的设计大赛，你可一定要穿一些顶尖的奢侈品，来让我们这些人开开眼哦。是啊，夫人，6天的设计师大赛群英荟萃，到时候您一定要成为最亮眼的那颗星，亮瞎那些设计师们。为了买奢侈品，本来就欠了不少的高利贷了，我哪有钱再买顶级货？怎么了，夫人？好，你等着，到时候就亮瞎你的狗眼。好，那我拭目以待。怎么不见夫人？夫人这种身份尊贵的人，那当然是压轴才出场。夫人，夫人，不愧是夫人，这一身真的是明艳动人呐！哎呀，别碰，这可是价值千万的银貂皮，碰脏了怎么办？价值千万。嘉柔，你来了。嘉柔，你来了。圣罗兰的晚礼服，爱马仕的包，卡地亚的手链，他一个实习生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任嘉柔，你别以为你从哪租了一身行头就可以充当总裁夫人。我看租衣服的另有其人呐。任嘉柔，你全身的行头加起来还没有我一件外套值钱，你显摆什么？是吗？这是海洋基金，我听说顾氏集团的总裁花了1个亿买下来的，送给自己的未婚妻，怎么在你这儿呀？怎么可能？你们难道忘了这任嘉柔是什么人？肯定是不知道从哪搞来的 A 货，在这里装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井底之蛙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可恶，我好不容易才租到的衣服，居然又被这个女人抢去风头。夫人，我们也进去吧。欢迎大家来到本次设计大赛的活动现场。接下来，我将向大家介绍本次大赛的评委，分别是国际著名设计师克里斯。下面有请顾氏集团总裁顾少廷。夫人，克里斯在向你招手哎！大家掌声欢迎。少廷，那不是夫人的老公吗？他怎么会是顾氏集团的总裁？难道收购我们公司的竟然是顾总？天哪，夫人，您竟然是顾总的未婚妻，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们呀？这下怎么办？我这个人平时比较低调，不希望因此搞特殊对待，所以才隐藏身份的。不愧是夫人。可是为什么海洋之心在加入？他那个贱女人带的肯定是 A 货，这有什么奇怪？难怪昨晚说话那么奇怪，原来是瞒着我搞这一出。下面有请选手带领模特依次上台进行展示。还不错。
我将宣布本次设计大赛的前3名。那小实习生如果连前3名都没有进的话，就没有可能得奖了。夫人，先仔细看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拿个什么。第3名，个人设计师 Nano。第2名，如梦设计公司设计师孙如梦。第1名，兰若设计公司设计师任嘉柔。第1名，兰若设计公司设计师任嘉柔。他凭什么得第1名？他要是得了第1名，岂不是我就要向他下跪道歉了？怎么办？当时我们跟他打赌说，如果他获奖了，我们就要给他跪下道歉。夫人，是怎么回事？肯定是我老公知道他是我同事，他得奖也能提高我们公司在设计界的名气，所以才给他打高分的。哦，还是顾总想的周到。可是这个大奖交落到他手里了，不过就是些钱而已，我才不稀罕。是啊，毕竟夫人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下面有请顾总上台颁奖，并揭晓第1名的神秘大礼。你来怎么不高兴了？因为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宣布，顾氏集团将为第1名的获奖者任嘉柔投资100亿开创服装品牌。什么？并在全球范围内开设品牌门店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得奖。一会儿你们两个要配合我。有顾总在，他肯定可以改获奖人的萧冉夫人。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着争点光。那我们就帮夫人美言2句。我有异议，他的作品是抄袭我的。这个设计稿是我之前带任嘉柔一起做的一个作品，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了我的设计稿，所以获奖者应该是我萧冉。方案跟设计图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怎么就成你？方案跟设计图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怎么就成你？我们可以作证，这设计图确实是夫人所画，任嘉柔只不过是在最后的环节上帮了点小忙而已。对，没错。这设计图是我陪嘉柔加班画的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得了吧你！这个设计大赛本来就是公司让我去参加的，是任嘉柔自己跟我说她想得到提升，所以我才把机会让给她的。没想到她居然搞抄袭。萧冉，你不要脸的本事还真是次次让我开眼。任嘉柔，你一个实习生，夫人肯让你帮忙，已经算是对你的锻炼了。你不感激，反而抄袭夫人的画作。小柔，你就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夫人，那个顾总怎么带着任嘉柔买的那个领针？夫人，这个女人怎么连您的未婚夫都勾引呢？这领针怎么会在他这儿？既然这是你的设计图，你有原稿吗？我当然有原稿，只是原稿在我的电脑里，我现在上哪去给你找？那你总能说出你的设计理念。我凭什么告诉你呀？我告诉了你，岂不是让你锦上添花？那既然你说不出，我来说。我的这件衣服采用了许多环保材料，并且融入了很多动物。我的设计理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。这个设计理念好熟悉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国际知名设计师 Rose 也这么说。好啊你任嘉柔，不仅抄袭我的作品，还敢剽窃国际设计大师 Rose 的设计理念，还敢说自己不是抄袭。是啊 ，Chris 老师，您可是国际知名设计师，您可千万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获奖。顾总，
您看到了吧？他虽然是我们老肉公司的员工，但是像他这种品行不端的人，犯了奸淫大罪，就应该被开除。一群鼠辈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们都不怕遭天谴吗？小任嘉柔的作品没有抄袭，如果你们有异议，就拿出真凭实据。同为一个公司的同事，没有必要在这种场合泼脏水。顾总，你千万不要被那个骚狐狸给迷惑了呀！他就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实习生。有什么？顾总，你怎么袒护一个外人呢？这除了小柔，还有谁是内人？既然有人提出异议，那么我这个评委也必须站出来说句公道了。看来还是有明事理的人啊。任嘉柔的第一名毫无争议。你们口中的 Rose 其实是嘉柔的英文名，她在国外早已名声大噪，像这么小的赛事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从今天的作品就可以看出，嘉柔的实力远超于其他人。我这次能来九州，也完全是看在嘉柔的面子，因为她想让华夏设计师走向全世界，让国际上看到华夏设计师的实力。可偏偏今天却闹出这样的笑话。萧忍，你还真的是跟你的名字一样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真是把华夏设计师的脸给丢尽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夫人，任嘉柔怎么可能是肉丝呢？这下该怎么办？而且顾总不为自己的未婚妻说话，反而向着一个外人。我早该想到，任嘉柔这个贱人，居然会把主意打到我未婚妻身上。没想到任嘉柔这么有手段，原来他肯花钱买礼针，是为了钓顾总这条大鱼。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小柔，你在公司被这样欺负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如果告诉你，你肯定不让我去工作了。而且我是谁呀？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被人欺负？那就好，这第一名的奖励你不会觉得少吧？大哥，投资100亿只为给我开个人品牌，我怎么会嫌少啊？如果觉得少，你就跟我说。原来总裁夫人是任嘉柔，她凭什么可以拥有我没有的一切？嘉柔，嘉柔，原来你就是肉丝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怕领导知道了，给我添加任务。那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啊，当然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好啦，别装了，回家。走吧。任嘉柔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现在网上都在怎么说我们公司？说我们公司设计师五权无术，品行不端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你们在设计大赛上污蔑我，让克里斯看尽了笑话，现在又反过来说。废话少说，你这种女人根本不配出现在我们公司。组长，快申请开除她！任嘉柔，你赶紧收拾你东西，给我滚出这里！组长，我怎么看新闻说是因为张女士办闹了设计大赛，她才不参加？闭嘴！任小姐在吗？夫人，找您呢。找我干什么？我是顾氏集团投资部经理赵其胜，我找任小姐签品牌投资合同。我是任嘉柔，合同给我就好。任嘉柔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呢！都说了这合同是给我们总裁夫人萧忍任小姐的。我收到吩咐，
这份合同要亲手交给总裁夫人。听见了吗？是给我这个总裁夫人的。难道这位就是总裁夫人？那我可要打好关系。我就知道，像顾总这种识大体的人是不会被你这种狐狸精勾引走的。顾总的未婚妻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们萧冉夫人。你怎么成顾总的未婚妻了？行了，别装了。也不知道你使了什么手段拿了比赛的第1名，但是假的就是假的。你这个冒牌货，永远都代替不了真正的总裁夫人。我本来不想这么高调的，可是没办法，奈何呀，总有人招惹我。没错，我就是顾总夫人。没错，我就是顾总。萧冉，你撒谎都不带眨眼的吗？滚一边去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了。我们知道你是因为夫人有这么一个疼她的总裁未婚夫，所以嫉妒了吧？你们就这么确定她是总裁夫人？你少在这挑事儿了，人家顾氏集团的赵经理都认为我是总裁夫人了，你还在这质疑什么？你好歹也是顾氏集团的中层管理，难道你也这么不明是非吗？这位小姐，既然大家都承认任小姐是总裁夫人，我还用辩什么是非吗？赵经理，你不用搭理这个跳梁小丑。这合同几时生效？这个合同在你画出第一批设计图后开始生效。想知呀，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闭嘴！夫人的能力岂是你能质疑的？那好吧，那就让他画了。该死了，设计图我看都看不懂，我怎么画啊？嘉柔，你的口红色号是什么色号呀？啊，是杨树林的02号色。你试试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袁家荣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参与顾总投资的项目吗？现在我把这个锻炼的机会交给你，跟我一起设计怎么样？办公室怎么有蚊子呀？袁家荣，哎呀，总裁夫人啊，你手不是我过来，我还以为有蚊子呢。袁家荣，设计稿画好之后，周5之前交给我。袁家荣，设计稿画好之后，周5之前交给我。吃了点甜品，小有点乖。你怎么误倒了白水啊？我一会儿还要吃甜品。你怎么放糖了呀？我减肥呢，我不喝甜。袁家荣，你玩我呢是吧？你现在才发现，这个项目本来就是顾氏投资给我的，你硬要抢走，现在干不了了又想甩给我，当我傻？任家荣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夫人给你机会是让你学习，你不懂得感恩，还反而倒打一耙。你要是懂得感恩啊，那你就跟他一起做了。嘉荣，我承认之前是我不对，咱们公司已经因为之前设计大赛的事情受到了影响。如果你能趁这次机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话，是不是就能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华夏设计师的厉害？这倒也是，我不能让人觉得华夏设计师没有能力。想让我帮你，那你先把咱们事情的主约出去了。什么主约？咱们比赛之前可是说过，如果我获得奖项呢，那你就要跟沈丽娜当着全部人的面给我跪下道歉。任千柔，你别太过分。不愿意啊？你不愿意不错。你没听到吗？赶紧过来道歉！你没听到吗？
怎么能让我给这种下贱的女人下跪呢？道歉不就一句话的事吗？难道想被辞退吗？夫人，要不然算了吧，您自己的项目干嘛非要找他呀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对不起，萧忍，可真有你的，一有事儿就把自己的同僚推出来给自己挡枪了。起来吧。同时，为了补偿你的付出，我今晚请你去九州最豪华的云顶饭店吃饭。云顶饭店，那不是一顿饭要好几万吗？夫人，您可真大方，要不然您带着我们一起去吧。今晚我约的是几个老同学，不太方便，下次吧。最便宜你了，你这个土包，还不快谢谢夫人？啊，晚上不。刘老板，这次我可给您带了个好货，那钱能不能再宽裕几天？只要我玩的开心，说宽裕就是免了不可。刘老板，你就放心等着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人过来。不仅能讨我的金主欢心，还能拍点任嘉柔的视频威胁他，给我当枪手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合同给过以后，他没说什么吧？好，那我先挂了。小柔怎么会在这儿？任小姐说今天会有同学聚会。行，一会儿叫人给她的包间送瓶我在这里珍藏的红酒。是。任嘉柔，温浩，好久不见啊！真的是你啊！没想到能在这么高级的饭店见到你。你是这儿的服务员啊？开什么玩笑呢？今天不是同学聚会吗？同学聚会也邀请你了呀？那行吧，进来吧。大家一定都好奇你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各位，看看这是谁来了？大家好久不见啊！哟，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吗？哎，当初他为什么会被叫做校花来着？他爷爷啊，明明就是个捡垃圾的乞丐，居然还敢骗我们说是什么搞科研的。要不是被温浩发现啊，我们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他可不就是个笑话吗？你这种人怎么会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？是我邀请来的，有问题吗？萧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萧忍夫人能有什么心思呢？哎呀，像你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，恐怕这辈子都没来过这么豪华的酒店了吧？萧忍夫人不过是看你可怜呀，特地带你来长长见识罢了。是呀，别不好意思了，这地方我熟得很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实在不行呢，你就把我们吃剩下的菜打包带走，留着明天吃啊。我看我还是走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嘉柔现在可是我的同事，我不允许你们欺负她。他跟您竟然是同事，他不是连高中都没念完吗？是啊，像他这种学历，也只配当个保洁吧。你哪只耳朵听说我高中辍学的？我明明是被保送到国外留学，到底是谁在造谣？就你还能被保送啊？你该不会是给那洋鬼子当了几天保姆，就说自己留过学吧？啊？好了，嘉柔现在跟我一样都是设计师，不过她是怎么进来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我听说他跟您是同一天进的公司，他一定是借着您总裁夫人的关系才被留下的吧？哎，说起来，虽然可是我们中间混的最好的人，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你瞧瞧人家，摇身一变就变成身价1000亿的总裁夫人，可
不像有些人呀，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个穷酸的打工仔。冉夫人，前段时间呢，我们家刚和顾氏集团签了一份合作，您看能不能让我见识？他就是个冒牌货，怎么可能给你找来顾总？简直天方夜谭！你说什么呢？任家柔，别坏我好事儿。任夫人能请你来参加同学聚会，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。你们怎么确定她就是总裁夫人呢？冉小姐是你们顾总未婚妻的事儿，已经在你们公司传开了。我朋友啊，就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他告诉我的事儿，不可能有假。那既然她是总裁夫人的话，今天这顿饭是她请的，不会我们要 AA 吧？当然了，这个饭店就是任夫人订的，花这点钱对于任夫人来说，也就是洒洒水的事儿。你一个乞丐孙女儿，少在这质疑夫人。好啊，那就让她买单了。这贱女人真是坏我的好事啊！这顿饭本可以让王浩请客的。冒牌货就是冒牌货，没有钱还要硬装。萧然，你不会再骗我们吧？我们没加酒啊。这是顾先生存留在我们酒店的红酒，顾先生让我们给任小姐送过来。这莫非是刘老板送来的？听到了吗？这是顾总送给冉夫人的红酒。这可是82年的拉菲，这价值100万。我就说任夫人怎么可能是冒牌货？温浩，今天你说的那事儿就先算了吧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都是那个女人在煽风点火。你看，都是因为你。都是因为你，我好不容易才和顾氏集团搭上线，都是因为你在这搅和。夫人，像您这种大人，可不能因为这种穷酸女人而影响领导心情。今天这顿饭我请，您想什么随便提啊！温浩，你可真会提，可惜你挺妇人的。笑，我不舔总裁夫人舔什么呀？啊？难道要舔你这个下贱的人？喂，终止顾氏和温氏的合同，并且永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任家柔，你学的倒是有模有样的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顾总夫人。哎呀，任家柔，你自己私底下装装也就算了，还敢舞到正主面前来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夫人，这个贱女人蹬鼻子上脸，还敢在您的面前冒充你，不如就让我来帮您收拾收拾她吧。你要干嘛？你猜？你要是动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慢着，任家柔，这次你就放过我，你把这杯酒喝了，从此以后，你画你的设计图，我们坚持不会事。听到了吗？夫人，你要干嘛去？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，你放心吧，你家的事儿我会跟我老婆说的。谢谢夫人。啊，您慢走。哎，您慢走。温浩，你至于吗？你们懂个屁呀！啊！只要谈成了这一单，我们家。喂，喂爸，哎呀，我正要和你说呢。啊？什么？顾氏集团取消所有合同？
我们家破产了。顾总，要不咱们还是在这儿等着夫人吧。怎么了？这厂子这里老五，他这个人就喜欢在他的酒店里面搞一些小动作，玷污女人。放手啊！哎，顾总，放开！你要干什么？看来那个女人说的你没错，果然是个好货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今天要是敢动我，你就死定了。上一个女孩也不知道进退，不懂得服软，结果被几个男人玩了，全是病。我相信你和她不一样，肯定因为你懂得进退。放开！有野性，我喜欢，我就喜欢在床上征服你这种不听话的女人。我可是顾少廷的未婚妻，你要是敢动呦，还顾少廷的未婚妻，我还是唯一的未婚夫。哎呀，宝贝，我迫不及待的想死到你的身上了。你这个贱女人，敢踢老子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臭女人！哪有混蛋敢坏老子好事？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。顾总，谁给你的胆量，敢动我的女人？不是我的错，是萧冉那个贱女人，她跟我说有一个好货，我才来的，她还让我给你录下去作为证据。萧冉，晚上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顾总，求求情了，饶了我吧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性，你还好意思让我给你求情？既然你喜欢玩，那就让你玩个够。江特助，在，给他灌没药消息个男人过来，还要做空他的公司。他这种社会的人渣，根本不配用这么多资产。是。不用叫男人，等会儿都有人自己。还有，不许暴露我的身份。刘老板，看来事已经成了。来呀，快来！刘老板，你认错人了！老公，老公，干嘛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差点被那个混蛋？我让你出来工作，不是为了让你在外面冒险的。那我这不是没事吗？你想想，今天万一要是别的女孩，这会儿都遭殃了。咱俩这是为民除害。行，我永远都说不定。那你就别生气了呗。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？我就知道我老公最好。能不能不要再去上班了？说起这事儿，我倒是想起来，你什么时候收购了兰若公司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告诉我怎么知道？我这还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。保不保护的不好说，倒是见识到了物种的多样性。既然你收购了，我就更不能辞职。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不管不问的总裁，你的下属勾心斗角，内部组织混乱，我得把这个事解决了。好，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发生，从明天开始，我送你上下班。你开这么招摇的车，还怎么暗中保护我呀？这是咱家最便宜的车了。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，你快走吧。轻一点。
走了，拜拜。来，你拥有的一切，我都要得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这么晚还没来，怕是没少被刘老板折腾吧？怎么，看见我很惊讶？我哪里惊讶？你脸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小心磕了一下。任嘉荣，你不会还是骑着你的小踏板来上班的吧？你都上班的人了，还一天到晚骑个小电驴，说出去也不嫌丢人。这个土包子怎么能跟夫人您比呢？瞧他那穷酸样，不开电动车，他是要走路上班了。是吗？当然，顾总可是很爱我的，不要以为你用一些下贱的手段就能把顾总从我身边抢走。你这个下贱的土包子还妄想顾总，顾总和夫人才是天生一对儿。这些蠢货！其实我一直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一直以来会不会是我们搞错了？搞错什么？其实总裁夫人应该是嘉柔，或许嘉柔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。你敢质疑我？你干什么？怎么是戳到你的痛处，急了？林思雨，你能不能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，她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？可是我今天早上明明……够了，林思雨，没有人能够质疑我的身份。至于他就是个下贱的婊子，我迟早有办法证明。蠢货！夫人，您别生气，等等我呀。夫人，哎别，你还是叫我嘉柔吧。看到你啊，我总会想到我的妹妹，她跟你一样，脸上都有一颗痣。她现在要是没事的话，应该跟你一样大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在我3岁的时候，我爸妈因为车祸去世了，跟着他们的妹妹，至今生死不明。现在只留下我跟我爷爷相依为命了。对不起，提及你的伤心事。没事。喂，刘老板，那个视频你什么时候给我呀？急什么？等时候到了，我自然就会给你了。那你可不要食言啊！我是那种人吗？任嘉柔，等我拿到了视频，看我怎么收拾。连门都不知道。哥，帮我调查一件事情。大家把手上的活都停一停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。后天就是顾氏集团成立10周年，顾总将在10周年举行庆典晚会。届时，鉴于我们设计团队工作能力突出，顾总特别邀请大家参与。这场晚会不仅聚集了9州各大家族，还有着顶端名流的参与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顾总将在晚会上宣布个人品牌代理人和设计师团队名单。是时候该将你这个冒牌货的身份公之于众了。但是请帖只有3份。什么？只有3份？那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分呀？怕什么？你忘了有夫人在吗？对，夫人进去肯定不用请帖，那我们这些人就够了。晚会上，我可不想看见某些脏东西。
请帖可不许给那个贱人。放心吧，夫人，我不需要。请帖呢，就给思雨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佳明，你觉得我明天穿这件怎么样？穿什么都好看。对了，爷爷已经从国外回来了，他明天也要参加周年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！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全天下知道你就是我的父亲。那我就不能隐藏身份了？都这个时候你还想隐瞒？你想找别的男人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都已经领过证了。还好我们领过证了。少爷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少爷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什么事？我女儿不知道从哪听说你要举办周年庆典，让我向您讨张请帖。我和她母亲从小也没能给她好的生活条件，她一直讨着想看看，我也不好拒绝。没问题，你拿吧。谢谢少爷。夫人，我看某些人真是不要脸，这种高级的地方也是你能来的？这是我自己举办的晚宴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你不会又要说你是总裁夫人吧？我的确是总裁夫人，只是你们不相信罢了。见人就是见人，一听说这里有上流人士，就上赶着来购物。不过我听说今天晚上确实有很多高质量男性，可惜你只能在门外等着流哈喇子了。进这里可是需要请帖。他怎么会有请帖？莫非她是萧师傅的女儿？这个被万人骑的骚货，怎么可能有请帖？年轻人，这女子话干净点儿。自己来就算了，怎么还带个老头子呀？你以为这是你家村里百姓呢？真是丢公司脸面！天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你那个捡破烂的爷爷吗？你只是捡破烂的？那是我同学，之前您做志愿者捡垃圾的时候，被他们看见，以为你是捡破烂的。你个臭乞丐，看什么看？像这种只有九州上层人士才能参加的晚会，岂是你一个捡破烂的能进的？爷爷，您没事？有事儿！他把我的臭乞丐！骂的就是你！你们爷孙俩更像是阴沟里的老鼠，还敢在我面前装大象，真可笑！萧忍，你是不是装总裁夫人装上瘾，都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？萧忍，你是不是装总裁夫人装上瘾，都忘了自己什么身份？我看你才是装上瘾了。夫人，您的手机忘记了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死老头可千万别坏我大事！你居然还请了个演员，你为了装总裁夫人，可真是不择手段。这种豪门晚会不是你们这种下等人能来的，还不快滚！萧师傅，你昨天说你的女儿也想来参加周年庆，你女儿是她吗？是，她是我女儿。死女人竟然找来我爸联合欺诈，如今我也没有退路了，不如一桩到底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这都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仁仁，你怎么不认爸爸呢？我可是总裁夫人，我怎么会认识你一个低贱的司机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我父亲！仁仁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爸爸呀！萧忍，你为了假扮总裁夫人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是，还是人吗？任嘉柔，我不过就是没有给你请帖而已，你至于这么诬陷我吗？萧师傅，既然他说他不认识你这个爸爸，那你就当没有他这个人。您先回去吧。爷爷，您进去。喂，你们凭什么让他进去？他都没有邀请函，凭什么放他进去？他不需要邀请函。他凭什么不需要邀请函？你们这是公然包庇！我现在要去投诉你们，快点把他叫出来！
们是活腻歪，竟然敢对那2位不敬，现在立马给我滚蛋！这保安怎么这样子呀？我们不会真的被赶走吧？你不能赶我们走，我们可都有邀请函。既然有邀请函，你们可以进去，对那2位放尊重一点。是。任嘉荣到底什么身份？居然让保安这么对我们？该不会他又勾搭那个保安了吧？任嘉荣这个贱人，就会靠卖身子。这老头子就是任嘉柔爷爷啊！嘉柔，嗨，思雨。任嘉荣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！不过假的真不了，真的也假不了，没算你还能得理周知。这句话同样也送给你，咱们俩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一会儿就能见分晓。好，我等着。看到没，贱女人，顾总刚刚在看我们任夫人。哦，是吗？顾总有说他是在看谁吗？他在看谁？不言而喻啊！我跟顾总的感情甚笃，岂是你这种狐狸精能够随意挑拨的？你们别这样说嘉柔了。书呆子，任嘉柔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，让你这么维护他？虽然你们经常欺负我，可我不想看见你们被萧忍骗，连工作都会丢。闭嘴！你这个墙头草。没关系，思雨，他们想撞南墙，那就让他们撞好。没关系，思雨，他们想撞南墙，那就让他们撞好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上个月9州的设计大赛1等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顾总今天即将兑现这位员工大奖，请顾总宣布个人品牌代理人及品牌设计师名单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我宣布，品牌代理人为萧忍。周经理，你确定品牌代理人是这个叫萧忍的？我怎么记得是刘善人？顾总，这个品牌方案一直是我在跟，设计稿都是任夫人画的。那个任嘉柔呢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没有出过什么力。不信你问问设计部员工。是呀，顾总，设计稿确实是任夫人画的。对，确实是这样。撒谎！顾总，任嘉柔才是撒谎成性，她根本没有能力做好个人品牌，这都是任夫人带着我和江组长一起做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我在撒谎？我日日夜夜看着任嘉柔画的设计稿，怎么就变成萧忍和你们的了？夫人，顾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顾总，我们没有撒谎，设计稿真的是任夫人画的呀。设计稿确实是任夫人画的。任夫人，上来吧。夫人，顾总叫你了，快上去啊！夫人，您快去啊！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我旁边这位就是我顾少廷名义上的未婚妻，合法的妻子任嘉柔。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我旁边这位就是我顾少廷名义上的未婚妻，合法的妻子任嘉柔。什么？我顾少廷有且只有一个夫人，那就是任嘉柔。那你是谁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可惜你们都不听。我居然为了这个假货去辱骂夫人！这女人居然敢骗我们！因为你，我们得罪了夫人。萧忍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任家柔竟敢耍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大家快打开手机看呀！咱所谓的总裁夫人，私底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贱坯子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自己有特殊癖好就算了，你恶心我们眼睛干嘛呀？怎么会是我？关掉！都关掉！不许看！不许看！不许看！萧仁，你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不仅知错不改，反而加护于人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打。萧忍因为爱慕虚荣，冒领我的身份，不仅在公司内部拉帮结派、仗势欺人，还联合外人欲对我施暴。诸位，真相大白了吗？来人，把他带走，送去警局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要拦我，不是这样的。还有你们，焦艳、沈丽娜。夫人，这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都是被他蛊惑的。夫人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！你们不仅对上级谄媚，甚至欺辱打压同事，像你们这种助纣为虐的人，比他更可。别说我忍不了，就是整个顾氏集团都容忍不了你。你们两个被开除了，顾氏集团会向业内发出通告。以后还有2个公司敢要我们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赵经理，你打算去哪儿？夫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那是我有眼无识再三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我不是你嘴里那个小实习生。夫人，夫人，我也受了他们的蒙蔽呀。你跟焦组长是一样的性质，有你这样的人在公司，那些有能力的人根本得不到晋升。那就跟他们一样，开除业内通告。不要开除我呀！我的车贷房贷还没有还完呢。任家柔，你不过就是家里的有钱人吧？装什么装？看着风光，实际上我还是养着你男人嘛。比起我们，你能好到哪儿去？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小柔是我上学以后唯一的朋友。她非但没有瞧不起我，反而拿出自己的积蓄来支持我的事业。以她在国际上 Rose 的名号，她完全可以自己开设计公司，但是她选择了回国发展，来带动国内的设计行业。她在国外的收入早就破100亿了，你一个鼠辈怎敢质疑小柔？把他们都带走！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：任家柔是整个顾氏集团的女主人，拥有顾氏集团51%的股份。天哪，51%，比一半还多。这样看来，顾总也只不过是给夫人打工罢了。品牌代理人，宣布一下你团队的设计师吧。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我宣布 ，Rose 品牌由我任家柔和设计部林思雨共同担任。顾家夫人，这孩子还真像玲玲哎。孩子，我敢问你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老爷爷，我没有父母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。啊？是吗，孩子？哥，我让你做的亲子鉴定做好。思雨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哥，你忘了我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担惊受怕的日子？为什么他们没有出而我们却像一个蝼蚁一样活着？好，鉴定结果明天给你。好。玲玲，我真没有想到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呀！你说说，你这几年都到哪儿去了呀？思雨，你怎么在我家？柔柔，她是你妹妹。
恐怕你家要变成我家了。姐姐，其实我也没想到，当初你说的时候我就有所怀疑，因为我跟你所说的妹妹是同一年失踪，然后我被送到了孤儿院，所以我就拿了您的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。可没想到，亲子鉴定结果为99%。宁宁，你竟然真的是我的妹妹。姐姐找你找的好辛苦。宁宁啊，我们宁家就是你的坚强后盾。以后在九州，你需要什么，你就有什么；你想干什么，你就可以干什么，听到没有？放心，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全都给你。我先带你去卧室看人好吗？我想要的是你的全部。思雨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卧室了。我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什么事儿你来找我。倩柔，我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？当然了，以后这就是你家。我去看看爷爷，你先熟悉一下环境。这个家的女主人迟早是我，而不是你任嘉柔。你怎么在我跟嘉柔的房间洗澡？顾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来不知道浴室在哪里，所以想着先来姐姐的房间洗漱一下。以后都是一家人，叫我少婷就好。还有一间浴室在你房间隔壁，下次去那里吧。好。没关系的，少婷，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我的家人也是你的家人。笨蛋，我是担心突然冒出来个妹妹，我怕她动机不纯。你说什么呢？之前我在公司受欺负，都是思雨帮我的，他怎么会骗我们呢？但愿如此。多吃点。柔柔，你看看，这满了都，哈哈哈哈！我看他别太瘦了，想让他多吃一些。来，你也快点吃。谢谢老公。是我想多了吗？你怎么穿着小柔的衣服啊？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？这不是你的东西。可我就喜欢家人的东西，他的珠宝，他的衣服，他的……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小柔会很乐意给你买。我不需要他给我，因为这些本来就是。你这次要出差几天啊？大概要1周。小柔，我觉得他不太对劲，你一定要提防着他一些。我不在这几天，照顾好自己。走了。姐姐，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成立个人品牌？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我觉得你在设计上面很有天赋，如果有大师的指导，肯定会大放光彩。你想不想出国深造？
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想要的是这个公司。你支持？凭什么你在任家当大小姐这么多年，而我却在外面受人欺辱？思雨，我能明白你的心情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发展。比起地位、身份这些虚无的东西来说，我觉得你应该更注重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这里。我希望你能有更大的平台。姐姐，就算我设计图画的不怎么样，那你也不至于全扔了吧？啊，任总，我下次再来吧。思雨怎么回事？天哪，加油这身份一转变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们做设计稿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我刚看到思雨的设计稿被任总扔了一地。啊，不会吧？他俩关系不是很好吗？没事儿，诗雨，大不了咱重新做嘛。我只是没想到嘉柔会这么对我。思雨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啊，我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该这个时候回来，可我多年流浪在外寻亲事情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我这个亲妹妹？思雨竟然是任总的妹妹，任总怎么对自己亲妹妹这样？思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思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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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救护车啊！任总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呢？思雨，你为什么要在其他人面前演戏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光要你的公司，你的地位，我还要你的全部。姐姐，放过我，我不跟你争了。柔柔，你在干什么？爷爷，我好害怕，姐姐想掐死我。爷爷，我没有，我不过是跟姐姐说，我想继续学习设计。姐姐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不配。思雨，你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妹妹呢？啊！爷爷，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我亲眼所见，你还在这狡辩。姐姐，我知道我回来你不放心，可我没有想抢走你的任何东西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思雨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才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柔柔，我这些年对你不薄。既然你妹妹回来了，今天对她做补偿，你懂吧？你在顾氏集团的51%的股份中，有我的21%，绝不允许你再欺负你妹妹。没想到这老头还有这一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是这个妹妹。姐姐，那不如明天让同事决定我们的去留。思雨，你说什么？李思雨，如果你真的是我妹妹，怎么能有这么歹毒的心智？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呢，是想跟大家重新认识一下。我叫林思雨，也叫任佳宁。今天呢，我和姐姐会采取投票的方式，选出新的品牌代理人。可千万别选任佳柔，她现在脾气可大得很。这连自己亲妹妹都辱骂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当品牌主理人？我看他就是害怕自己的妹妹抢了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才故意针对思雨的。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可都是你昔日的同事们对你的评价，你觉得你还有必要这样？
我行得端，坐得正。你们说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，我就算是做保洁，也要留在自己的公司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做保洁吧。散会。林思雨处心积虑做这些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品牌。你一个臭保洁还跟我？你作为员工，不仅在办公室嗑瓜子，还随手扔垃圾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管我呢？你以为你现在还是任总呀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思雨才是我们的老板，你这个冒牌货早晚要被踢开。什么叫我是冒牌货？装什么呢？你们大家都知道了，任家其实只有一个前进，那就是连总，而你只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2天兵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自幼跟着爷爷生活，我怎么可能冒名顶替？要顶替也是他顶替。我们早就听说你是个生性浪荡的女人了，谁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迷惑了任董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什么身份还轮不到你们的质疑？既然没有冒名顶替，那为什么当初要隐瞒身份？我看你就是良心不安，害怕被人知道。你们还真是一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！我真不知道林思雨给了你什么好处。你骂谁是狗的？你敢骂我们是狗？任家荣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我听说你在公司特别辛苦，所以叫来爷爷，想让爷爷消消气。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对待我们公司的员工。任董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呀！我只是庆祝任董找到了亲妹妹，没想到他居然脑洞的扇了我一巴掌。家荣，要是我不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你在外面是这个样子。爷爷，是他们先诋毁我的。不愿意听你的解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不是我的舍友，我也不是你这个没有教养、不知道尊重人的爷爷。爷爷，你怎么能只听信他一个人说的话呢？这是一个人吗？今天是我亲眼所见，你说我怎样才能信任你？爷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林思雨，她根本不是你的思雨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她是个冒牌货。姐姐，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能用这种理由来诋毁我。亲子鉴定你可是看过的，那份亲子鉴定是你自己做的，谁知道你动了什么手脚？爷爷，既然姐姐这么不喜欢我，那不如我搬出去，我也不愿意看见你跟姐姐再因为我为难。既然这样，行，搬出去吧。听见了？假的，我永远成不了真的。我说的是你，我们任家容不下你这个大婆，今天你就给我搬走吧。妮妮，走。姐姐，那我跟爷爷就先回去了。爷爷，我觉得姐姐也不是故意的。他要是有你这么一半懂事就好了。唉，我给他这么多，他怎么就不知足了？爷爷，正因为我知道我们获得的东西来之不易，所以才格外珍惜。我不希望你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爷爷，我知道我突然认上门会让人有所怀疑，不如我还是搬出去。不行，不行！小荣，你滚！爷爷，你就这么相信你乖孙女的话？林思雨，既然你说你是宁宁，那你告诉我，当年你是怎么从车里逃脱出来的？说不出来是吧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宁宁。宁宁当年只有3岁，凭她自己的能力，根本没有办法逃出来。就算出来了，也一定会有伤疤。你有吗？姐姐，我当年还那么小，这种事我哪能记得住呀？林思雨，你果然不是宁宁。宁宁当年出事的时候是6岁，不是3岁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为难我呀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任家荣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给我滚！好，我走可以，但是你们要清楚，这个房子是我跟少婷的，
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能搬走，是因为爷爷你没有地方可以去。爷爷，你这吃的什么药呀？爷爷啊，心脏不好，这个药啊能帮爷爷维持身体。您啊，我知道你长期流落在外，心里呀很不舒服，但是这事儿啊，你姐姐没什么关系，她还是很想念你的，她到处打听你的下落，你有什么要求？尽量跟爷爷说，爷爷会尽力的满足你。唉，我是希望你和你姐姐啊团结起来。爷爷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爷爷活不了几年了，我只希望你和你姐姐啊共同携手，陪爷爷走完最后一程啊。爷爷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好。喂，少婷，我好想你。喂，喂，小柔突然挂断电话，出什么事了？梁督主，把直升机调来，我现在回九州。我们的百亿订单还没签呢。听话照做执行。是。不好意思，你没长眼啊！我的衣服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坏了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原价赔偿你件新的。原价赔偿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赔得起吗？拿开你的脏手！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？这衣服不是我设计的吗？那你倒说说看，这是什么牌子？这可是国际著名师露瑟小姐个人品牌，全球限量的，你的脱口见过吗？刚好，这家商场有一件这个品牌，我带你去挑新的。走吧，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。刚好我的衣服湿了，先在自己店里蹭一套穿着吧。这件帮我包起来。你买得起吗？Rose的一件衣服起码10几万，我看你这种人根本不配穿的。你不会是没钱在这故意拖延时间吧？你要是赔不起，别在这浪费我们时间。我不是让你们随便挑了。我要你赔钱。买一件同等价位的衣服跟赔钱有区别吗？还是你在心虚？因为你买的这件衣服根本就是假货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男朋友怎么可能给我买假货？这个品牌我可是经常穿的，看一眼我就知道真假。既然你对这个品牌这么熟悉，那你应该知道，设计师 Rose 在每件衣服的衣领内侧都印有她的签名。你的这件衣服有吗？你胡说什么？老婆，你别理他，我看他就是没钱，看我替你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这位先生，请您不要动粗。看来是被我说对了，狗急跳墙了呀。我可是你们店的金卡会员，打一下这个没钱买你们店衣服的女人怎么了？我现在还要你把她赶出去。既然到了我们店里，便是我们店里的客人，您这么做是不合规矩的。规矩？你要是不按照我说的做，我就向你们店长投诉你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我们的品牌创始人 Rose 小姐说过，我们的品牌理念是平等、尊重、和谐、共生。驱赶客人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违背了品牌理念，是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，您尽管投诉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就让你们一起滚蛋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是店长吧？你们这个员工得罪了我，还有这个穿得土里土气的下等人碍了我的眼，我要你让他们两个都滚蛋。我记得品牌强调的是顾客与顾客、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尊重。如果有人不尊重品牌理念，
那品牌有权拒绝付。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说这么多废话，兜里没几个子，大道理倒是挺多。你要么赔给我一些等价的衣服，要么给我照价赔偿。我呢，本来是可以赔给你一件等价的衣服，但如今我发现你买的是假货，我凭什么还要赔给你？好啊你，露出真面目了吧？店长，你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，等什么呢？这位小姐，我们店不欢迎不尊重他人的顾客，现在请您离开。你有没有搞错？让我们离开？我可是你们店的金卡会员。您这种无理的态度，就算有再多的钱都没用。您看您是自己离开，还是我请你离开？就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么多废话。你们这垃圾店铺竟然还敢看不起我们！你干什么？住手！滚开！把他们抓起来。乔柔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没有接电话，我担心你出事，让江特助特意定位了你的手机信号来源。老公，救救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是谁？竟敢这样对我们？顾总好。顾总，敢在我夫人的地盘动我夫人，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什么？没错，这位女士就是我们的创始人 Rose。这怎么可能？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通知特助，禁止他们踏入布织品牌旗下的商场，就在全力先去一步。是。天哪！我竟然见到传闻中的 Rose。在这么危机的情况下，你们还能这么理性的对待，你们两个很棒。我会通知公司对你们通报表扬，发放奖金的，并且提供你们去总部学习的机会。谢谢小姐。走吧。走。你给我打电话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被爷爷从家里赶出来。到底怎么了？说来话长。你先接电话吧。喂？什么？没想到你那么疼爱你那孙女，光是听说我是冒名顶替的，就立马犯起心脏病。爷爷，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给我吗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把你的股权给我。这就是你的目的？不妨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孙女。说什么？我本以为他跟我一样是可怜之人，可谁知道他就是一个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贱人。凭什么他一出生就能拥有这么多，而我因为没有父母，就要受到所有人的屈辱？所以我要取代他。你好狠毒的心啊你！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的计划这么顺利。你这么相信我，还为了我跟你的亲生孙女反目成仇，哈哈哈！真是太搞笑了。爷爷，难受吗？想吃药吗？你把手印按了，我就饶你不死；你不按也得按。你现在还不能死，我怎么能让别人怀疑到我脸上？老头子，谢谢你的礼物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！林思雨，你对爷爷做了什么？姐姐，爷爷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子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跟爷爷吵完架过后，爷爷一直说他不舒服，我倒杯水的功夫，爷爷就晕倒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跟爷爷吵架还不是你们的原因？怎么会是因为我呀，姐姐？还不是你非得让爷爷把我赶出家门？爷爷一时怒火攻心才犯病，要不是我送来的及时，爷爷早就……不信你问医生吧。是的，任小姐，还好这位小姐送的及时，老爷才捡回了一条命。但是他现在陷入了深度昏迷，能不能醒得来，
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不会的，爷爷不会有事的。哥，最后再帮我一次，只要把那个老头弄死，再当到任家荣身上，我们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。思雨，这是犯法的。我不管，现在已经这样，没有退路可言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去死。好，我帮你。爷爷，少廷，我还以为是爷爷醒过来了。去休息会儿吧，这样熬身体受不住的。我现在不能离开爷爷一步，我怕林思雨又对爷爷做什么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哦，对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哎，你好，结果出来了吗？好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就在隔壁科室，他现在让我们去的。我陪你去。守着老爷子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哎，你是医生？定期问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林思雨是假的。他为什么要想把你妹妹呢？除了权力和钱财，还能有什么？股东大会，坏了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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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思雨，你老死吧！顾总，您让我查的东西有眉目了。哦。有人吗？这么多狐狸，有人吗？哎，小伙子，你找谁啊？请问林思雨住在这里吗？哦，你说这家那小姑娘啊，她和她哥哥早就搬走了。有个什么？她还有个哥哥？对呀，但不是亲人。听说呀，两个人都是孤儿院长大的，好像他哥哥现在还是大夫呢。林思雨果然还有个帮手。林思雨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仅要他的衣服、他的珠宝，还有他的男人。林思雨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阴险狡诈。那也挺好，证明我在你心里还是有地位的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？不就是股东大会吗？就算我去不了，你也无法取代小柔。不就是股东大会？那对我来说可不仅仅是一场股东大会，那是我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直播现场。等我变成白天鹅，再回来接你，我的王子。让开！今天是顾氏集团股东大会的重要日子，任小姐已经吩咐过，不能让外人进入。任小姐？哪个任小姐？任佳宁任小姐。跟他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识趣的就快点滚，别逼我们对你动手。任佳宁，她林思雨根本不配叫这个名字。大胆，竟敢对任小姐不敬！你口一个任小姐，那你知道我是谁？不过是一个认识顾总想要借机上位的女人罢了。
像你这种下三滥我见得多了，快走。我谢谢上尉。我告诉你，顾总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这是那位任小姐。两位情投意合还是多年的青梅竹马，岂是你这种下贱的女人能插足的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和少廷情投意合、青梅竹马的是我这个任家柔，而不是你们口中说的那个冒牌货。你是任家柔？对。那你就更不能进了，任家柔早已经被任家赶出大门了，现在任佳宁小姐才是我们的大股东。什么？今天的股东大会就要取缔你这个董事长换成任佳宁小姐。他一个连股份都没有的人，怎么参加股东大会？简直天方夜谭！让开！不行！谁说我没有了？林思雨，你这个冒牌货还真好意思吧？我怎么不好意思？爷爷可是把他的股权都转让给我。怎么可能？白纸黑字，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。好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！林思雨，你真是如蛇蝎一般狠毒，竟然连爷爷都陷害。枉我和爷爷对你那么好。任家柔，你可别忘了，是你把爷爷气得去世的。既然你想进，那就让你进吧，毕竟让你死也得让你死个明白。让他进来吧。林思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丑陋的真容马上就要被拆穿了。谁说丑小鸭变不了白天鹅？我不仅要变成白天鹅，还要把天鹅的毛都补白。假金方用真金镀，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的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开始会议吧。故事总裁都还没到呢，怎么就叫到齐了？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关于任小姐您董事长职位一事。我们几个股东觉得，顾总没必要参加这次会议。是啊。毕竟我们都知道任小姐和顾总的关系，况且顾总昨天已经就联系不上了，想必也是为了避免这场会议吧。那我不知道，坐在我对面的这位林思雨是以什么身份参加股东大会的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知道爷爷把股权转让给我，你不满意，可也不能当着这么股东的面这样对我吧？是啊，任董，林小姐现在可是您的妹妹。您非但不接纳他，反而对此公司处处难为他，这可是整个顾氏集团都知道的。我看任董是害怕自己的妹妹回来以后威胁自己的董事长位置，所以才会出这么多幺蛾子吧。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从哪里道听途说的，但是从我踏进任氏集团大门开始，我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恐怕你们几个也不一定都是明眼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竟然敢质疑我们？说话都是要凭证据的。我爷爷之所以能将股权转让给林思雨，是他以为林思雨是我的妹妹任佳宁，但据我所知，林思雨并非我的妹妹，她接近我爷爷和我都是同谋互惠。我手上这个文件是任佳宁和我的亲子鉴定结果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的亲子关系为零。什么？你这份亲子鉴定只能证明我们两个不是亲生姐妹，可不能证明我和爷爷的关系啊！我看图谋不轨的人是你吧？是你冒名顶替了我的名字，用我的名字活了20多年。可笑，我跟爷爷相依为命20多年，你撒谎也撒点真实点吧。各位长辈有所不知，在爷爷发病那天，我亲耳听见爷爷怀疑任家柔的真实身份，两个人起了争执，爷爷一气之下才犯了心脏病。可姐姐直接就走了，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爷爷早就……任家柔，你真歹毒啊！姐姐，爷爷养你20多年，你就算不知道感恩，也不能恩将仇报吧？让这样的人当董事长，我们集团迟早要完。是啊，我看我们还是赶紧投票取缔任家柔的董事长之位去。没想到任氏集团养了一群唯利是图、是非不分的人。姐姐，爷爷才刚去世，你却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刁难我。任总去世了。是，爷爷昨天在病房突然就……什么？
你是怎么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的？医院那么多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前辈们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，爷爷根本就不会。昨天在场的人只有我和爷爷还有少体，我们跟你都没有碰过面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还是说你早就预料到爷爷会出事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姐姐就是怕爷爷去世的消息影响他董事长的职位吧？像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做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看不必跟他废话了，前辈们，我们开始今天会议的内容。请大家举手表决对于取缔任家柔董事长的意见，举手表示赞同。林思雨，你的假面目终于露出来了。等一下。怎么会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如你们所见，我爷爷根本就没事。林思雨不打自招，他才是陷害我爷爷的真正凶手。不可能！你教唆别人潜入我爷爷的病房，并打入了还有剧毒的问题。不过还好，我提前在病房安了监控，拍摄下来这个问题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早就料到林思雨会陷害你，所以提前装了这种摄像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让他认为爷爷是真的去世了。那爷爷今天早上就醒。姜还是老的辣。这都是那个医生干的，跟我凭什么说是我教唆的？你的哥哥林浩已经向警方招供，况且你非法囚禁的事情，我就是受害者本人，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都是你们胡说八道！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思雨啊，柔柔走的那一天，你把我的心脏病的药给我拿走了，然后你就气我，气得我心脏病都犯了。还好，我的命运挺过来了。林思雨，你导了这么大一场戏，到底图什么？林思雨，你导了这么大一场戏，到底是图什么？那他到底是谁？他根本就不是我妹妹。少平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目击证人，我妈妈和我爸还有我的妹妹，都在当年的那场车祸中丧失火海。他不过就是一个想顶替小柔的跳梁小丑罢了。啊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对，我就是小丑，可我就算是小丑，也比你们这种一出生就含着地道渣的人要好。你们凭什么拥有这么多？你们不配！没有谁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。少平当年也是从孤儿院出来的，为什么他可以白手起家成为千亿总裁？林思雨，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但你都没有掌握，反而心生妒意，靠着歪门邪道走捷径。捷径？你没有走捷径。如果你没有你爷爷，你能有今天的一切吗？小柔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因为她从小学习努力，靠自己的能力出国留学，努力学习设计，进而活到了克里斯的站上。她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次捷径。林思雨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。在你找到我家，说你是我妹妹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以为我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没想到你不过是再次扒开别人的伤口，再次往上撒盐。思雨啊，自首吧。我谁让你看着我？我不是你的东西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你放开小柔！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算是死也要拉你下地狱！你以为我一个人在国外那么危险的地方闯靠你是什么？既然你不愿意给我给你机会，那就算了。来人，把他带走！会议好像还没结束。坐啊！我可以谅解你们是因为被小人蒙蔽了双眼，才做出了如此荒唐的举动。
但是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。你们可以质疑我的身份，但不能质疑我的能力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袁总。走吧。走。终于把这些烦人事儿给解决。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，什么？我们的婚礼呀，笨蛋，都老夫老妻了，不行，要有一场独一无二的婚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大老夫人呀。